小姐，有人找您。端午，雨柔姐姐，快请坐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个是我在家蒸的糯米糕，这个是我炖的糖水，还有这个是三黑最爱吃的江米条。等等，你这特意给我送过来，是不是找我有事啊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哎，可千万别说求，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帮你。你能做到？什么忙啊？要我帮？生孩子。生孩子？端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又不是郎中，更不是送子观音，我怎么帮你生孩子呀？你能？我能什么？我不能生，你能生。端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包家不能没有后。你嫁过来，给包家生个孩子。端午，这些话是不是嫂嫂让你说的？如果你能给包家续香火，你做妻，我做妾。如果你不愿意端午做妾，那端午就当佣人，伺候你跟三黑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，那端午就搬出去。端午，是不是嫂嫂逼你过来的？没有，嫂嫂对端午可好了，这些年为了乔郎中花了好多银子，她一点都不心疼，去庙里也是大方。你别说了，一定是嫂嫂拿生孩子的事情逼你。不是嫂嫂，就是嫂嫂，太过分了，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带你去评理去。走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死之前来看看你。您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有没有乔郎中啊？我是要被你气死！你不愿在家待，我依你；你不愿意成亲，我也依你。哼，你倒厉害！哼，开这么个青楼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谁跟您说我这是青楼？这就是青楼。哦，爹，您很熟悉嘛？是不是以前来过？我是开封府尹，什么不知道？您是前任开封府尹。哼，换做以前，一定是把我这里给查封了，然后再找几个人把我押回去。不过现在嘛，要不我找2个姑娘给您弹个曲儿？哎，老板换了啊，规矩改了，概不赊账。哎，我到开封府告你去。告，赶紧去告去，告赢了我请您听曲儿。你走了，端午，走。雨柔。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那老家伙得理不让人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？开封府是个讲理的地方，由不得你们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可他明摆着就是在讹咱们，他们全家人的命凑在一块都值不了200两，我们上哪弄那么多银子赔给他呀？是你们先讹人家的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包大人，当初是尹大人让我们这么干的，案子棘手，他抓不到真凶，让我们俩抓个假的去顶罪，你不能把屎盆子都扣我们哥俩头上吧？尹大人让你们杀人放火，你们也干？你让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照样干。是尹大人让你们干的，你们就去找尹大人要银子去。哎，别跟着我。嘿，我说这咋办？老板，哎呀，雨柔姑娘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，三黑还没回来呢。我不找他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这提亲的事儿应该让你爹来，哪有姑娘家自己找来的？谁跟你说我是来提亲的？我是来算账的。雨柔姐姐，你算什么账啊？当初我想嫁给包拯，你不愿意，你说端午才是他需要的那个人。可是端午现在生不出孩子来了，他就不是包拯需要的那个人了吗？而且你要我嫁进来我就嫁进来，这公平吗？这对端午公平吗？好，那嫂嫂就给你算算这笔账。三黑喜欢你，你喜欢三黑，当初我愣是不让你们成亲，这对你们公平吗？
不公平。端午一直伺候三黑，因为他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我让三黑休了他，这对他公平吗？更不公平。是啊，现在我让你们俩成亲，又不用端午生孩子，他作为妾室伺候三黑，这不都公平了吗？你想想，公不公平？不公平。端午不愿意，端午受了委屈，那就是不公平。端午，你说。雨柔姐姐，我愿意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雨柔姑娘，哎，是嫂嫂不对，当初耽误了你们的姻缘。嫂嫂这不想补救吗？你不就是想延续香火吗？哎呀，延续香火是没错。你想想，等你俩成了亲，3年5载的，再生几个孩子，这院子就不会冷清了。你说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你们三黑呢？哎呀，那个呆子不管他，以前他听我的，现在他还得听我的。我先回去了。您看，成了。爹，您找我。你怎么才回来？皇上和我商量，让皇后回家看看。哼，他倒是没把你当外人。爹，我哥呢？老李呢？在牢里，他没回来。我也不知道包拯到底在搞什么花样。皇上下旨大赦天下，我哥也在其内。包拯就是再不通世故，也不能抗旨不遵呢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去趟开封府问个究竟。要是那个包黑子敢擅自扣人，你就警告他一下，让他立刻乖乖的把人给我送回来。主人，主人，张东回来了，说雍儿少爷不回来了。老爷，公子说，少爷说他要住在听雨楼。听雨楼？那不是刘父当年的杀猪场吗？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少爷听说听雨楼是读书人饮酒作诗的地方，雅致。说要住在听雨楼读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叫他给我滚回来！少爷说他不想窝窝囊囊的回来。哦，还说让您别去找他。老爷，小的多句嘴，少爷真的变了。这3年在牢里天天读书，还写了好多诗赋呢。你跟你们少爷说，叫他乖乖的给我滚回来，要不然这辈子就别踏入这个大门。老爷，少爷让我回来，取点银子。滚！是。爹，您还不了解我哥吗？您这么说，他肯定是不会回来的。哼，我就是不这么说，他也不会回来，爱回来不回来。听雨楼，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怀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少爷，您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连我这不懂诗的人，我听了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呀。这首和以前的比怎么样？那跟以前的比，这首诗那都通通不值一提。这是李白写的。李白写的？不是少爷，这是您的字。不学无术，无可救药。没事多跟小爷学学，多看看书。我再给你念一首。
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少爷，我知道了，这首诗不是你写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是首儿歌。你再听一首。好，少爷你说。鹅鹅鹅鹅，鹅鹅鹅。你们两个不为新主子好好当差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大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作家。作家？干什么呀？加自己呀。加自己？老夫要研制一种能锁住别人，但锁不住自己的家。明白了，大人是怕自己再被关进大牢里，不求别人。你俩有什么事儿？大人，在包黑子手下做差，不如在您手下做差舒服，又苦又累，而且还没有时间过来看您。我们今天是特意抽出空来看看您，看看您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哥，你说。大人，这包黑子呀，让我们来向您讨银子。讨什么银子啊？皇上大赦天下，开封府大牢清仓，有个老犯人不肯走，包黑子知道了这是您手里的冤假错案，让您赔偿他这些年做冤狱的银子。有这种事儿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大人，您当府尹这么多年，咱碰上这些棘手的案子，不都这么干的吗？对呀，您怎么能不记得呢？保证要讨多少银子啊？500两。啊？大人，这包黑子起初要1000两，我俩再三求情，降到500两。对，没有。大人，您不能没有啊！您要没有，我们俩怎么办呀？关你们俩何事？讨不到银子，我们俩的饭碗就丢了。对呀，真的？真的。唉，回去告诉保长。哎，银子没有，老命有一条。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大爷，给老夫把枷锁打开。您要去拿银子？你们两个混账，想骗老夫的银子，那是做梦。大爷，您慢慢研究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回来，给我把枷锁打开。这两个混账！500两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？你怎么还多要300两？哥，我要不先开口，你张嘴就得要1000两。尹大人曾经对咱们不薄，做人得讲良心。假慈悲那样，现在1两也没要着，怎么办？他不给，咱找小姐要去。您真要告女儿？对，我要告我的女儿尹雨柔，忤逆不孝，不嫁人不说，还开了个青楼，她是要气死老夫啊！您稍等，尹前辈，不嫁人好像不犯法，开青楼，听雨楼那个地方我知道，早就不是青楼了，现在就是个吃饭听曲的地方。至于忤逆不孝，
故意要气死你。法典上有，是重罪，要流放的。您仔细说说他怎么顶撞您的，我给您做主。哎，行了，不用替老夫查这些，老夫比你清楚。坐。哦，保长，我听说你让王朝马汉找我要500两银子。500两，不是500两，是200两。这两个混蛋，不管多少两，你还真敢找我要银子？你找我算账，我还找你算账呢，包拯。你欠我们尹家一大笔账，你欠我一个人。欠你一个人？什么人？姑爷。这些年雨柔是不是因为你不再嫁人？你欠我一个姑爷。我到哪儿去找个姑爷赔给您？你自己呀！胡闹！尹大人，您忘了您当年了吗？当初不让雨柔嫁给我的是您，现在让我娶她的也是您。您当这开封府是什么地方？您当我包拯是什么人？这开封府以前是老夫的地方，你是老夫的继任。包拯，想当初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那不是怕刘娥报复吗？现在刘娥没了，你又是开封府尹，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娶了她，我就不用担心她在外面闯祸了。尹大人，我已娶妻在先，现在是有家室的人。这个我不计较。哎，雨柔也不计较，你让她随你入包府做小的，我同意。老夫愿意拿出半生的积蓄，作为她入你府的嫁妆。尹大人，包某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包拯恕难从命。你看，你这人，老夫好歹对你也是有知遇之恩的。前辈自便，晚上还有事情要办。是呗。哼，哎，包拯，包拯。三黑，你回来了。嫂嫂歇息了。歇息了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在等你，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趁热喝了。你有话要跟我说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眼睛告诉我了。我的眼睛告诉你我想说什么了吗？你很愧疚。嫂嫂又带你去烧香拜佛看郎中了。我又让嫂嫂失望了。三黑，你失望吗？端午，种瓜不一定要得瓜，种豆也是一样，农夫也有撒下种子颗粒无收的时候，这是天意，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。不能下蛋的母鸡，不是好母鸡。你不是母鸡，你是人。不能给自己男人生孩子的女人，不是好女人。三黑，你想有自己的孩子吗？你把雨柔小姐娶回家，让她为包家延续香火。包家有了后，嫂嫂不用愁了，你也不用愁了，端午也就不愁了。雨柔小姐至今还没有嫁人，一定是没有遇到她想嫁的人。她和她爹一定也发愁，你把她娶回来，她和她爹就不愁了，咱们皆大欢喜。端午，你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？这个主意不好吗？不好。我觉得好。要不是当时嫂嫂不同意，你该娶的是雨柔小姐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快乐，你不快乐，我就不快乐。但是端午，你不该这样委屈自己。我不委屈，你不答应我，我才会委屈。
尹雨柔，尹雨柔，当年在泸州，你爹告诉我，因为我杀了刘父，所以娶了你，两家都要遭殃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怕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打定主意好好求嫂嫂，让她答应我们的亲事。但是回家以后，我看见什么了？是你的一封信，连人都没有见到，只有一封信。那是因为当时你嫂嫂她有缘无分，我认了。我娶了端午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我要对她负责。如今刘太后没了，端午又没孩子，你就要我娶你做妻，让端午做妾，我怎么对得起端午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。你没有的话，你爹怎么会到开封府来找我？如果不是你，端午怎么会告诉我你答应嫁入我们包家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？我永远都不会娶你。那我就一辈子缠着你。我不管你去哪，我都跟着你。所以你休想躲开我，我就是要缠着你，我就是要缠着你。你走开，走开，走！张公子仗义坦荡，大胆敢为，但多败于时运不济，造化弄人，尤其提防牢狱之灾。如遇到是非之事，能躲则躲。太对了。我问你仕途呢？说呀。张公子理应大富大贵，衣食无忧，但命运线分叉太多，旁生诸多枝节。什么意思？尤其是这一条，日后一旦踏入一步，理当别有一番天地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吃酒，吃酒。你这个人不但诗写得好，还懂麻衣相术。你这个朋友小爷交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天都在看你写的诗赋，不如今天小爷也做一首诗，让姑娘们谱曲吟唱，为你今晚摆的这桌酒助助兴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姐，你咋哭了？你是不是也被人欺负了？哎呀，我就打了个哈欠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也被人欺负了？怎么了？小姐，你这缺人不？干啥都行，不快这差事实在是没法干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人家当差是为了安身立命，我们哥俩赔本赚吆喝不说，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。谁敢要二位叔叔的性命？小姐，您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对呀，从小就特别心疼您，还教你了一身好功夫。可我俩现在被人欺负了，只能来找您了。都快急死我了！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赶紧告诉我呀！老家的凤凰不如鸡呀，谁都敢欺负。你们赶紧说，到底怎么了？那我可说了啊，快说快说！包黑子要把你爹和我们往绝路上逼呢。这个包黑子欺人太甚！你怎么又来了？借银子。借银子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闹，本小姐就是来找你借银子的。你要借多少？我去跟嫂嫂说。1000两。1000两，那么多，做什么用？救我爹。尹大人怎么了？落了难的凤凰，被鸡给欺负了。王朝马汉找你借银子了？我问你，
这么多年，我爹对你有没有知遇之恩？有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二位叔叔有没有对你鼎力相助？有。道理你都懂，可是你现在发达了，不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逼得我爹一个人在家自带木枷。我的二位叔叔却要去寻短见。不是我逼他们，是他们逼那个无辜的人做了冤狱，难道不该给他赔偿？该赔偿，1000两太少了。是这个1000两，我让他们赔200两，怎么又成1000两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借1000两银子，凑齐了到我家来找我。皇上，皇上，上钩了！皇上，皇上，鱼上钩了。怎么又上钩了？皇上，你看，这条鱼个儿大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桶就装满了。这些鱼是饿死鬼投胎吗？皇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奴才们知道先皇喜欢钓鱼，所以这池子里都是些草鱼和扁鱼。这2种鱼啊，肚大贪吃，又喜欢结队抢食，所以特别容易上钩。朕钓鱼是陶冶情操，不是让你们哄着玩的。朕不钓了，把鱼倒进去。是。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皇上还在为国库空虚的事忧心，何止是忧心？延州一战，虽是击退了夏军，但也打光了银子。这几天的折子，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。军费、官俸、灾款，年年水涨船高。朕已经把和你姐姐结婚的银子缩减了一大半，可还是填不满一个省的空缺。我大宋的江山和这池塘有什么分别呢？冗官、冗兵，泛滥成灾，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。他们除了张大嘴要食，就会去搅浑水。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，换个满池清净。怕就怕，这鱼还未净，皇上就先一步溺水了。恕臣斗胆直言，皇上现在水性尚浅，还不足以鱼死网破。难道要朕坐以待毙吗？未必。你有何高见？春闱在即，皇上何不在这个鱼塘里撒些有用的鱼种？待它们长大了以后，替皇上扫清道路。春闱，你指的是科举？正是。那是为了你爹和王延龄养的清道夫。皇上，要是换了养鱼的人呢？换谁？范仲淹。朕找2位来，是因为整个朝廷只有2位没有私心，马上就要科举了。这是朕做皇帝以来第一次科举会试，如何才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？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皇上，我朝科举是沿袭前朝风气，以诗赋取材，考生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研究音律、词藻、典故，而忽略了经世之道。臣以为治国应讲求经世致用。唯有策论优秀者，方可着以高地。重策论，轻诗赋。要想使天下安定，必须让你的臣民吃饱肚子。百姓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父母官，不是只会吟诗作赋的才俊。重策论，轻诗赋，就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吗？能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范大人的主张若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，难以公平举贤。徇私舞弊如何招得来贤才良臣？
臣认为，除了范大人的主张，还有更重要的。什么？公平。怎么个公平？首先要糊名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世等内容要密封起来，以防考官收取贿赂后以名取士。密封姓名、笔记和记号也能作弊。考生的试卷可由誊录官抄写后进行评阅，以防考官根据笔记或者是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考卷。如若誊录官也受了贿，调换试卷或改写试卷呢？可再设对读官，专门负责校对评阅后的内容与原卷是否出入。如若如此，不如干脆所愿。主考官员一经任命，直到考试结束之前，都要住在贡院之内，杜绝与外界的联系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入内，将漏题和行贿扼杀在萌芽之中。好，防患于未然，妙。不妙。哪里不妙？欲变革科举，若不能从根本上去除顽疾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什么顽疾？投门生，结党营私。如何消除顽疾？制定律法，权臣举荐的官员失职无能、贪赃枉法，追究举荐人的责任。范爱卿，臣在。你来主持科举，为朕招纳良才。臣接旨。包爱卿，臣在。你来起草律法，为朕消除顽疾。臣遵旨。三叔，怎么跟猫似的，没一点动静？来，过来帮三叔瞧瞧。哎，我这右眼闭上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知道的，你是在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抽羊角风呢。就要科考了。书读得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那还不快去读书？三叔，求您帮个忙呗。什么事情？听说今年主持科举的是范仲淹范大人，他不是您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听说这一次是重策论，轻诗赋。不知是中什么策论，您帮我问问呗。三叔，不是我不用功读书，也不是想走什么歪门邪道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读诗赋，范大人他说变就变，我这么多年来不是白辛苦了吗？你觉得三叔会帮你去问吗？即便三叔真去问了，范大人也不会说。正是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成为好朋友。臭味相投，跟您做一家人真是倒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您这辈子都练不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干脆啊，让我娘给您缝个眼罩戴上得了。
天地压，万物浊，圣人发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听着耳熟啊？回皇上，出自《荀子·伦理》，原本是“天地合而万物生”。这考生把“合”字改成了“鸭”字，把“生”字改成了“浊”字。这后面的“圣人发”应该是考生借题发挥的。哼，这种哗众取宠的考卷，也敢拿来举荐？王宰相，恕臣愚见，臣倒以为这考生措辞大胆，精辟求新。就拿这“浊”字来说，一字双关，既蕴含了植物新生的样子，又有壮盛壮健之意。天地交合，万物茂盛，难道圣人就自己长出来了吗？动辄三皇五帝，尧舜禹周，看似浮华淫巧，实乃迂阔荒诞。既然要以策论取士，何不多一些真知灼见？此文通篇论及万物本源，答非所问，与现实是风马牛而不相及。如果任由此种学风增长，岂不把天下学子引入歧途？各位爱卿，都倦了吧？今天就读到这儿吧。传旨下去，让主考官们以后阅卷谨慎，杜绝此类文风，滥竽充数。臣遵旨。且慢，皇上，科举乃江山社稷头等大事。皇上既然发现阅卷的考官出了问题，那臣建议把他们统统罢免掉。王宰相言重了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皇上的意思就是范大人的改革出了问题？朕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奇怪了，阅卷的和改革的都没问题，难道问题出在天下学子身上？那皇上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大宋连个栋梁之才都没有吗？有什么？皇上，王大人，据臣所知，在武举的考生中，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武举？哎呀，别跟着我了，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别再来烦我了。不是，我出双倍的银子。你出多少倍银子都没用，姑娘们不想唱你的诗赋。他们那些酸词烂调的天天唱，我的诗句句发自肺腑，他们凭什么不唱？因为你的肺腑太肮脏。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我出3倍银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是。那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我去跟如烟还有柳絮商量一下。先说好了，如果他们2个都不愿意，那我可就真没办法了。他们俩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俩唱我的诗。整个天宇楼就他们俩不识字，我还得去碰碰运气呢，看他们愿不愿意。他们愿意，他们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小爷我自己唱。故君有统理天下之权，而实为天下所受。人君所经其事，皆因天道。盖乐，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把百姓放在首位，为国之担忧分愁，为黎民百姓出谋划策。而这个试卷中处处讨论的是君权之道，实乃是本末倒置。怎么本相越听越糊涂啊？谁是本，谁是末啊？民为本，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当斩。那天下是谁的天下？是天下的。先天下究竟该王者先，还是民者先？皇上贵为天子，但天子并非天下。
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那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不是管家，是东家。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只留流传，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